不再寻找外婆以后，我不知道是回到了过去的生活，还是开始了崭新的生活。其实我查了一下你那个大学的专业哈，叫什么来着？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。这几个字儿对吧？嗯，挺冷门的。你是真的对这幼儿园的后勤工作感兴趣啊，还是就是想找一个工作，然后过渡一下？现在工作挺难找的，如果能得到一份工作，我就老老实实把它做好。我脖子上的疤是初中的时候被高压锅给炸伤的。听着都疼哎。我爸没跟您提过吧？我这个疤很有可能会吓到小朋友。还真是这样。你看现在这孩子多娇贵啊，而且有些家长挺挑剔的。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我外婆的影响就像一颗石子，投向我的生活，又激起一朵水花。我人生中有了第一个理想，去乌干达看银背大猩猩。这是一个昂贵的梦想，价值83250块。在这个梦想实现之前，我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来。我甚至觉得现在的不如意都是因为梦想还没实现。等我去过乌干达，好事自然会来的。周琦，你别气馁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？我有个好主意，你坐下。我妈竟然这么大度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妈呢，把做米粉的手艺传授给你，凭你的脑子，很快就能出师。到时候咱再开个分店。我不干。自己当老板不好吗？钱又不少挣。不是钱的事儿。过去我不让你沾手店里的事儿，是希望你混得比我有出息。你毕竟是个大学生嘛，有知识有眼界。现在看来，你既开不了花，也结不了果，小事儿不愿做，大事儿做不了，每天跟个游神一样，我真是高看你了。现在我对你的要求就是，你踏踏实实找一个能养活你自己的事儿做，就是皆大欢喜了。来了。窦琪，没什么好气馁的，山不转水转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小静，你坐下。哎，我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了一件事儿。在我和窦琪朝夕相处的这一路上，我发现窦琪的根性很稳，很有悟性。没有现在年轻人的那些心浮气躁，我简直对他刮目相看。我决定正式收窦琪为徒，让他跟我学中医。什么意思？我行医这些年，在药理药效上颇有自己独特的心得，
积累了不少的秘方，不传承下去也可惜了。我愿意将我毕生所学都传授给窦琪，将来让他继承蓝一堂。姨婆，您看走眼了，我心气浮躁的很，我就喜欢花花世界。我去个厕所。大爷，你还没吃早餐吧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面对我妈的护犊之情和我姨婆的另眼相待，我逃之夭夭，只能龟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。不会吧？这么无聊的帖子还有人点？恕我直言，这样的帖子无聊透顶。总算有个明白人。退役摇曳选手+1。退役摇曳选手，敢问有何高见？银背大猩猩不是打手，他是森林之王，不用战胜谁才能证明。这种比较是一种侮辱。无语。我不诋毁你的热爱，但如果你只崇拜大猩猩的战斗力，我觉得你没有真的理解他。太虚伪了！你不崇拜战斗力，为什么要喜欢银背大猩猩？喜欢金丝猴不就行了？当你身临其境，在密林中远远望着他深棕色的眼睛，感受他的孤独和内心的温柔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说的太好。你哪一年去的非洲啊？去年1月。我是前年12月。你走哪条线啊？我从乌干达进的，你呢？卢旺达。有钱人。我去的时候，乌干达每人许可费618刀，卢旺达要1500刀呢。我想去看苏萨家族嘛。我知道，果干公园最大的猩猩族群。你看到苏萨了吗？整整5个小时，翻了半个火山，一路走一路追，最后就看到个背影。值了，值了。见面吧。直接出国读研情吗？你妈也是妈，你也不能看。我怂了。我们聊了东非的天气，大猩猩的手语，香蕉的28种吃法，可我们对彼此知之甚少。我们不会见光死吧？我算不上外貌协会的，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喜欢大猩猩的人，不会长得也像大猩猩吧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是银河炒豆。我是退役熬夜选手。第一次见面，暂时没有翻车。这的雪顶咖啡特别好喝，我请你吧。
我跟你说，那次可真是太悬了。当时我们都准备撤退了，谁知道银背大猩猩心情好，朝我们这来了。我们立马原地不动，把头低下。猩猩来到一个挪威大傻哥面前，伸手碰了碰他，表示友好。挪威人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竟然也伸手戳了戳大猩猩过去。天哪，他怎么上的培训课呀？星星怒了吗？开玩笑，猩猩要是怒了，我还能在这跟你聊天？早就葬身在维诺加山上了。当时现场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傻了，大气都不敢喘，2个向导的枪都上膛了。只有猩猩还在跟挪威人对眼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捂住脸，动了动我的小手指，给他做了个手势。挪威人终于反应过来，一点一点蹲下，抱住头。对，一定不能对视。后来猩猩气消了，转身进了丛林，整个过程嘛，也就5分钟吧。我真是感觉过了1个世纪一样。太刺激了，真羡慕你。你呢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？平平无奇啦。我们合租了一辆露营车，一路边走边玩。你们有没有去维多利亚湖看到河马没有？河马算什么呀？还有更悬的呢。我们团队里有一个大姐带了一口高压锅，非要给我们炖肉吃，结果压力没调好，崩了。哦，你看，这个疤就是在卢旺达被高压锅崩的，挺酷的，是吧？好多人都劝我说把这纹了遮一遮，可我不愿意。千万不能纹，这多特别啊！你不是在说反话吧？好了。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这个叫方可期的男生，是我平生以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了。我开始期待他的信息。糟糕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，想谈恋爱的那种喜欢。出来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很懊悔我撒了谎，我不知道如何收拾残局。我宁可不再见他，也不想他对我失望。可是，我觉得我不会再遇到第2个人了，我有点舍不得。我决定向方可期坦白，哪怕失去他。对不起，我失约了。我没见过银背大猩猩，也没去过乌干达。我撒谎了。那些都是我在网上看的。我也没去过卢旺达，我也撒谎了。到了。
这是我家的老房子，爸妈平时在外地工作，我就住在2楼。上去吧。不好意思，有点慢。阳台可以看到家。你不上班啊？我大学是学计算机的，毕业之后呢，就在互联网的大厂上班。那个时候我特别拼，追求业绩，渴望成功。我每天主动加班，买了睡袋，住在办公室里。同事都在背后说我是战斗机。后来我为了一个项目，连续上了4个月的班，一天都没有休息。因为在办公室里，我晒不到太阳，身体就缺钙，脸色发白，牙龈出血，像吸血鬼一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有一只眼睛开始有黑影出现，很模糊。医生说那是视网膜脱落。出院之后我就辞职了，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面，天天上网，无欲无求，就像退休了一样，挺逍遥的。可到夜深人静，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挺慌的。是啊，我才20多岁，医生怎么就看到头了呢？我也是。那天我撒了谎，其中有一个是真的。你脖子上的疤真的很特别。这块疤确实是高压锅崩的，但不是在卢旺达，是在我家。在江边这个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我，好像刚刚发现，城市里有这样一条江。我觉得生活一切都是崭新的，我的内心明亮起来，蠢蠢欲动。有一天，姨婆忽然把我和我妈叫到中医馆，把你俩叫来是让你们帮我一个忙。我这个朋友去世了，家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，他的遗嘱执行人是我。我想让你俩陪我一起送他一程，算是给他壮壮声势吧。姨婆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怎么以前从来没听您提起过这个人啊？我们统共没见过几次。那他的遗嘱为什么是您执行？认识任之简是姨婆40岁的时候，当时姨婆在潭州市中医院工作，任之简是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研究员。昨天睡得好吗？好。脸部怎么肿了？身上怎么样？腿有些肿。伸舌头我看一下。昨晚小便几次啊4次。每次量多吗？不多。
这是苏州网师园的漏窗。这些漏窗啊，本来就是井，又可以窗内外相互借镜，空间相互渗透，让人感觉幽深通透，虚虚实实。哎呀，中国工匠的这些手艺啊，都快消亡了。就说你们医院这些窗户吧，美不美先不说，实用都做不到。如果这两边多加出25厘米，那么阳光呢就能在这个房间里多待半个小时，你说能省多少电？你说这些别人会听吗？姨婆觉得任之简和别的病人不一样，她从不怨天尤人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好像没得病一样。肾病综合征，目前无论中西医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。中医调理能够消除激素的毒副作用，但也不能只靠中医，还得中西医结合。是啊，这西医只依靠大量的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，这副作用可太大了。是啊，他还做过肾穿刺，对身体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，势必会影响患者的性能力和生育能力。还好，我儿子很开突，也不是没有人喜欢过他，但他都拒绝了。他是怕耽误人家。难得你们二老也这么开通，咱们一起努力吧。谢谢你了。谢谢你。感觉到热了吗？热。这样能加速你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经脉运行。你自己没事的时候就这样搓一下，对你的病有好处。来，我来试试。你这种病千万不能劳累，不要熬夜。谢谢孙大夫。下个星期开始，你的主治医生换成刘大夫了。我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我在医院感觉挺孤立的，我跟大家的理念不一样。中医是一个整体行动观。不同的节气、地理位置、生理节律，这些都会让处方发生变化。我反对一方一病，这不应该是中医的医疗模式和思维角度。用你的话，你说这些别人会听吗？所以我要自立门户，自己开诊所。姨婆离开医院后，和任之简没再有联系。半年后，姨婆的蓝衣堂开业了，但问诊者寥寥。姨婆在猜想，任之简是什么时候来的，她也没好意思问。任之简的病情一直挂在姨婆心头。第2年秋天，
他听说邻近的一个城市里有一位对肾病治疗颇有建树的老中医，他劝说任之简和他一起去求医。您好，我们是专门从外地来找关大夫看病的。哎呦，我老伴儿生病了，什么时候能康复还说不好呢。关大夫的病要不要紧？中风了，哎，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。对不住啊，让你们白跑了。我们没事儿，希望关大夫早日康复。哎，但愿吧。他这辈子悬壶济世，给别人看病，自己病了却看不了了，不还得送医院抢救吗？你看，这都是小时候的玩意儿，好久都没看见了。查一下。这手艺还挺好的。这手艺啊，都快失传喽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块钱一个。这个呢？也是2块。这个呢？这个5块。这个还挺素雅的。我要这个。哦，我要这个吧。哦，我要这个，2块钱对吧？正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慢走。哎，再见。鞋子磨脚啊。没事儿。出远门就不该穿新鞋。这不是跟你出来吗？总得体面点。给我看看。就是磨破了点皮。我看一下。我去买个创口贴。哎，不用，哎，你到这家饭馆等我，先点点吃的，拿着。不。煤气爆炸吧这？我刚从那儿出来。任之简，任之简，任之简，不能过去，你不能过去！我朋友在里面，任之简，任之简，你不要命了！这要是再爆了怎么办啊？赶紧叫救护车啊！已经打电话了。假如爆炸时我们在饭馆里没有逃出，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我没有，我也不做这样的假设。你太无趣了。说说你未了的心愿吧，我听听多有趣。中国，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，浩如烟海，我有1/5都没有亲眼领略过，我肯定死而有憾啊！我20多来岁就得了这个病，同龄人的生活呢，丰富多彩，好像我只有得病这件事情。似乎生病
成了我人生唯一的目的。这个病啊，不离不弃，跟我如影随形，就像我的情人。哼，看来他是要跟我白头偕老了。我看过那么多病人，还没有一个人打这样的比喻。我看过一个小病人，是个小姑娘，才5岁。她生下来就得了成骨不全症，就像玻璃人一样，一碰就骨折。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各个医院奔波，在她眼中，生病就是全世界。生命真是不公平，她还不通人事，就承受人世的痛苦。我深有感触。未知病焉知生？人只有生了病，才能真正体会生命的意义。那个小姑娘有着成人都没有的承受力，她就像没有痛感神经一样，就那么温温顺顺的接受着她的病痛。生病对人来说太平常了，对病人、对医生，都是要耗尽一生的气力啊。医药是有穷尽的，我有时难免会心。可医生在病人的心里就是光啊。回到潭州，姨婆和任之简又是好几年没有联系，他们再见面已经是2000年的秋天了。姨婆的医馆从无人问津变得门庭若市。注意忌口，黏硬冷凉的食物不要吃，多喝点小米粥。哎，好的。今天病人格外多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又没什么事儿。有一个店，蜂蜜卖的特别好，你试试。谢谢。你哪天有空，我想找你帮个忙。要紧吗？我随时都可以抽身。这个墓地不错，交通便利，绿化也好。对，这儿还挺清静的。爸妈之前很开通，说不留骨灰，要树葬、海葬。最近改主意了，说我以后要是想他们了，连个去处都没有。我真出来干这种事情，心里还挺不舒服的。你这生死看开的人，就拉你来做个参谋。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，会存在于万物。你相信人有下一世吗？我有很多病人，这辈子生了病遭了灾，是为了下辈子积攒福报。我时常觉得我的医馆像个渡口一样，我站在渡口前，看着那些期待来世安康的病人，我就希望他们是有来生的。我相信下一世无病无灾吧。又过了几年，任之简父母相继去世了。任之简没有通知姨婆，只在事后给她打过一个电话，告知她这一消息。那一年春节，姨婆本来是约好去外婆家和我们一起过年，结果她失约了，说去看一个病人。现在想来就是任之简了。任之简。
谁呀？是你呀？我来陪你过个年，我以为你不在，都要走了。我下午有些犯困，就睡了一大觉。快请进。我不会做饭，就买了点速冻饺子，还有几个小菜。小时候，我家住在铁路附近，总是停靠着一些货运火车。有一个年30的下午，离年夜饭还早，我闲极无聊，就爬上了一列货运火车。我以为这火车是不会开的，这火车突然就开进来了，我一下子就懵了，越开越快，很快就出城了。四周一片荒凉，我也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。这个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了，我就赶紧的下车，硬着头皮沿着铁路往回走，大概走了几个钟头吧，终于在年夜饭之前赶到了家。我父母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这样的波折，还以为我在楼下玩呢。那天晚上，我爸给我倒了一小杯白酒，他说：“你长大了，可以和我碰杯了。”我当时很感动啊，想来，终于有一个人是懂我的。那个时候你多大？11、12岁吧。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，老家是上海的，他们家孩子岁数跟我差不多，一到过年，上海的亲戚就会给他们寄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好吃的。我很羡慕，我也很馋，我就故意拉着我妹找他们家孩子玩，目的就是想得到一些好吃的。人家爸妈早就拆穿我的小把戏了，就说你们双胞胎姐妹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啦？我跟我妹就给人家唱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人家就给我们吃蟹壳黄。我还跟我妹说，如果我们能生在他们家就好了。现在想想小时候，真丢人。好像每个人都觉得，时光是单独为自己流逝的。好，我大概了解了。这个案件我们受理了，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。你们要是有什么线索的话，随时跟我联系。外婆离家出走时，姨婆貌似是我们家最镇定的一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去找过任之简，发了一通脾气。
他出走，既然连我都不告诉他，这是报复谁呢？真是蔫人出豹子。他一辈子忍气吞声，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到老了，用这样的壮举表示反抗，这也有点夸张吧？他最好别回来了。他要是回来的话，更没人看得起他。我还挺佩服你妹妹的。这个岁数，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勇气？一辈子扔掉，什么都不要了。他心里有委屈，对我们有埋怨，他可以说嘛。这么一走了之，这简直就是不负责任、自私自利。别人对不起他，我可没有对不起他呀。也就因为她是你妹妹。如果是外人，你能为她找出10000个出走的理由。真后悔来找你，但我实在没什么人可说了，我回去了。2年后的一天，姨婆突然收到了一个快件，任之简寄来了一份委托书，希望姨婆能做她的遗嘱执行人。孙玉兰做遗嘱执行。对，他来了就行了。你好，我是孙玉兰。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。请给我们做个笔录。您和死者是什么关系？他曾经是我的病人，后来成为好朋友。我们在死者枕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他的遗嘱，遗嘱上写着您是他的执行人。是的，另一份遗嘱我也带过来了。我们需要核实一下。是一个邻居报的警，他发现死者在网上订的菜和快递都堆在了门口，2天了都没有人收，觉得不太对劲。我们赶过来时，人已经过世了。经过法医的初步鉴定，您朋友是自然死亡，推断死亡时间在2天前。我可以看一眼。就这样，我和我妈参加了一个陌生人的葬礼。我感觉死亡像一扇神秘的灰色大门，向每个人敞开着。65岁的姨婆站在门边，向里面深深凝视了一眼，而我和我妈也远远眺望了一眼。